人类首次乌军实现全机器人进攻，俄军防空又防空了，弹药库成烟花库。美菲合作升级，永久部署反导系统。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3旅近日在哈尔科夫州前线创造了军事史上的新篇章，成功以全机器人部队发起联合突击，未动用一兵一卒便重创了俄军。这一突破性的作战行动不仅展示了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重大进步，也反映出乌军在前线人力资源紧张的严峻现实。据福布斯新闻网站报道，第13旅结合地面履带机器人和空中无人机，对俄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取得了辉煌战果。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3旅发言人表示，我们在前线的一小块区域同时部署了数十个单元的机器人和无人载具。这次史无前例的全机器人联合作战，不仅体现了乌克兰在高科技武器研发上的突破，也凸显了乌军在面对人数悬殊的敌军时，迫切需要依靠先进科技弥补人力不足的困境。第13旅负责防守哈尔科夫州北部赫雷伯克镇以南8公里长的前线，虽然战线不长，但足足4个俄军团级部队却在这片区域对乌军发起了进攻。换言之，第13旅仅有约2000名兵力，却要对抗至少6000名俄军，兵力比例高达1比3。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了1032天，俄军在人力数量上始终占据优势。这次乌军的全机器人作战行动涵盖了遥控无人机进行侦察和布雷，以及地面和空中的自杀式无人机与武装机器人发起攻击。这些机器人擅长侦察和攻击，但在防守方面存在显著弱点。守住阵地需要步兵长时间在壕沟中警戒观察，并在敌军来袭时及时呼叫支援。这对远程操作而且需要频繁维护的机器人来说，任务艰巨而且难以完成。去年9月，乌军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次小规模行动中，曾成功利用地面机器人清除了俄军壕沟，而这次全机器人联合作战可以看作是这一战术概念的升级版。相比之下，俄军虽然也尝试过使用地面机器人进行小规模攻击，但效果不佳，未能取得显著战果。然而，福布斯指出，尽管机器人在侦察和攻击方面表现出色，但其在防守上的局限性依然明显。机器人易受到敌军干扰，其无线电数据链极易被敌方干扰设备破坏，导致操作失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兵棋推演中发现，俄军的干扰器大幅削弱了美军操作无人载具的能力。这一问题同样威胁到了乌克兰的机器人作战系统。尽管乌克兰在军事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但这背后反映出乌军在兵力招募上的困境。乌军积极发展机器人作战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弥补人力不足的权宜之计。随着战争的持续，乌克兰将继续依靠高科技武器提升作战效率，以应对俄军的持续压力。专家指出，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然而，机器人在高强度战斗环境下的可靠性和战术适应性仍需要进一步提升。乌克兰的这一成功案例或将成为未来军事科技发展的重要参考，推动更多国家加大对无人系统和机器人技术的投入，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战场环境。大兵认为，这次全机器人突袭行动不仅提升了乌克兰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形象，也为未来战术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对抗预计将更加激烈。乌克兰军队在12月21号到22号晚间，通过无人机对俄罗斯奥廖尔州的一个油库发动了袭击。奥廖尔州州长安德烈·克里奇科夫12月22号声称，俄国防空系统及电子战措施成功击落了20架乌克兰无人机。然而，这次袭击依旧导致了位于奥廖尔市东北郊区的钢马油库发生了火灾。现场视频显示，无人机袭击钢马油库的画面令人震惊。这并非乌克兰首次针对该油库发起攻击。早在12月13号到14号，乌克兰军队也对该油库进行了类似的无人机打击。连续的无人机袭击显示出乌克兰在削弱俄方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的持续努力。乌克兰对俄制裁以及无人机打击对俄罗斯石油出口造成了显著影响。乌克兰外交情报局在22号报告指出，
国际制裁限制了俄罗斯获取西方设备和零部件，加之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石油出口量减少，而且高额的贷款利率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石油炼制厂的运营压力。数据显示，2024年俄罗斯石油炼制厂的停工总量已达到4110万吨，较2023年的3590万吨大幅增加。此外，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不仅限于油库，还频繁地针对俄方空军基地。俄军在多个空军基地建设了防护掩体，以应对日益频繁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根据2024年10月的卫星影像，俄军在库尔斯克市及贝尔别克等地的多个空军基地正在建设新的飞机防护设施，可能预防可能发生的空袭。除此之外呢，12月22号晚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位于罗斯托夫地区新切尔卡斯克的一个弹药库，爆炸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并伴随彩色的金属离子焰色反应，看起来就像是过节时的烟花。说到这里，大兵也祝各位圣诞节快乐。虽然乌军通过空袭不断削弱俄罗斯后勤实力，但在前线，俄军依然在冒着巨大的伤亡推进。在库尔斯克州前线，俄罗斯军队通过机械化和装甲车辆的协同作战，试图突破乌克兰防线。然而，乌克兰第13旅利用先进的无人机和机器人技术进行全新的联合突击，显著削弱了俄军的进攻能力。尽管俄军声称在部分区域取得了进展，但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未见实质性推进。俄军在库尔斯克方面的攻势虽然频繁，但由于兵力和装备上的不足，其整体进展是有限的。在哈尔科夫州方向，俄军继续对乌克兰主力城市发动进攻，迫使乌军后撤并缩小防御范围。尽管俄军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乌克兰军队通过高效的战术部署和反击，成功遏制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保持了对关键区域的控制。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俄军在多个方向进行了攻击，但均未能突破乌军的防线。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州同样成为俄军重点攻势的方向。俄军在这些地区发动了多次攻势，试图全面控制当地战区。然而，乌克兰防军通过有效的防御和反击，成功抵御了俄军的多次进攻，未见显著的领土丧失。尽管俄军在部分区域取得了小规模的突破，乌克兰防线依然顽强抵抗，保持了战线的稳定。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卡方向，俄军继续施压，试图通过多点突击削弱乌克兰防军的整体战斗力。乌克兰防军在这些区域实施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并且通过精准打击和灵活机动，成功击退了俄军的多次攻势。尽管俄军在这些方向上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资源，乌克兰防军依然保持了有效的防御，未能让俄军取得决定性突破。在整体战局上，俄军面临着装备老旧、补给不足和兵力分散等多重挑战，导致其在多个前线的攻势效果不佳。乌克兰通过高科技武器和灵活战术，成功遏制了俄军的多次进攻，维持了对关键区域的控制。与此同时，俄军在东线战线上虽然持续推进，但是由于乌克兰防军的顽强抵抗和高效反击，其攻势进展缓慢，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菲律宾军方近日宣布计划采购美国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泰丰，以加强对南海海上利益的保护。此举标示着菲律宾在提升自身防卫能力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引发了区域内外的广泛关注。菲律宾陆军司令官罗伊·加里多在记者会上表示，采购泰丰系统是基于菲律宾在群岛防御概念中的实际需求，认为该系统的可行性和功能性非常适合当前的防御任务。我很高兴向同胞们报告，大家的军队正在发展这种能力，以保护我们国家的主权。他进一步补充，最终采购数量将取决于菲律宾的经济情况，并且强调2025年的国防预算尚未制定。通常情况下，从规划到获取新武器系统至少需要2年或者更长时间。今年4月，美国首次在菲律宾北部部署了泰丰系统，以协助美菲联合军演盾牌。这是美国自2019年8月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以来，首次向外国部署陆基导弹系统。
泰丰系统由美国洛马公司为美国陆军开发，其射程根据搭载的导弹类型有所不同。目前美方正持续研发射程更远的版本。加里多指出，泰丰系统将使菲律宾军队能够向外投送兵力，射程最远可达370公里，覆盖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菲律宾所享有的海洋权利范围内的海域。他强调，更远之外就没有陆地，军队无法前往那里。泰丰将用于保护菲律宾的浮动资产，包括海军、海岸防卫队和其他船只。此外，菲律宾当地媒体透露，尽管非军方发言人卢伊·德马阿拉曾表示，泰丰系统最迟将在9月从菲律宾撤出，但可能会延长其停留期限，甚至不排除将其部署到日本。泰丰的系统引入呢，不仅提升了菲律宾的防御能力，也反映出其在面对南海复杂局势时，寻求依靠先进军事技术来弥补自身防御不足的战略意图。随着美菲军事合作的不断深化，预计两国未来将在防御领域展开更多的合作交流，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区域安全挑战。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